我从小我都一直幻想我就是一个 Superman 我跟你真的很不一样，你觉得你很 normal 我觉得我很 normal 美乐蒂家庭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蒂家庭 Hello Podcast 今天我就想说来 react to 我们前几天 PO 的一个影片，其实你们看这个你们听这个时候已经是几周前的啦，因为我们都是提早录 podcast but it's 2 episodes before this one。 你要讲中文吧？ OK 我们尽量讲中文。我们今年的resolution 怎么讲？就是我们决定新计划，就是 podcast 都会讲中文，然后我也许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加字幕，因为要加字幕其实是多很多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如果可以不要加字幕，那就是尽量讲中文。是好，那就是进到今天的话题里面。我们2周前就是有 PO 这个完整的 podcast， 讲到我们回顾2023年嘛，然后在那个 podcast 里面有一个短片，就是我就有讲到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在车子上，然后跟妈妈说 Oh, I'm not pretty like other girls 然後妈妈那时候就回很严肃，不是我期待的回应。妈妈你是怎么回的？我好像也记得说我说我也没有很漂亮啊，是然后那你讲的时候其实你是期待这句话会安慰我吗？是那时候吧，现在时间真的很久了哈，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就是很想说告诉你，就是漂亮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也许吧，我也没有很漂亮啊，有也许你想要表达就是漂亮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说的话是妈妈也不是很漂亮，所以其实我收到的讯息就是傻眼，原来妈妈也觉得就是确定了我就是不漂亮的女孩子，因为她都觉得她不是，所以她在安慰我It's okay 你不漂亮这样。那当然你听到的是这样的，对啊，我听到的就是你就是不漂亮，但是妈妈也不漂亮，就是这好像是你在安慰我的方式啊。OK 然后我们就放了这个影片在网络上嘛，然后这几天我们就有在看，大家也有很多的留言，那我今天有花了一点时间去看大家的留言，也觉得蛮有趣的啦，有一些都有一些类似的，所以我就把它整理一些的题目，就想说我们今天可以来讨论。但是我们讨论留言之前，我还是也想要听听看你们的回顾。你们有再去看了一次这个影片吗？那你们有什么想法？你看妈妈都没看，妈妈都不会再重复看我们的影片，做完就做完了。Yeah 我主要是去看大家的留言啦，看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OK大多数都还蛮正面，也鼓励你。Yeah, I know. 其实会不会大家觉得我放这个影片就是 I'm like fishing， 我在钓鱼嘛？就是我就是想要听更多称征赞的话。求大家的同情。Yeah, it's like yeah， 就多多告诉我 ，Yeah, Melody, you are pretty, you're pretty 。我不是故意的 ，OK。但是我为什么会剪那个影片？因为我们每一个 podcast 出去，我礼拜天晚上都会先剪一个短短的 trailer 预告片，让大家期待看完整的博客。那我就觉得那个片段就是最精彩的嘛，因为大家好像是蛮喜欢看我哭，我就还是剪了那一段。我不是故意这样征求大家的，比较有趣啦，倒不是哭不哭啦，比较有一点亮点大概。Yeah, 我也不会故意哭给大家看的嘛。我觉得还 can't anyway， 但我是觉得那个对话I mean 首先就是很真实啊，那这也是大家留言里面 number one， 就是有些人他们还真的比较不知道是惊讶或者就觉得哇真的很有趣，这个家庭怎么那么诚实，怎么可以那么把这种话或这种感触就直接说出来。对，我们都没有准备，也就是刚好就讲到这个，然后你也刚好想到，我有刚好好像也还记得
我们这是每一个所以还蛮特别的 podcast 的过程啦、OK， 我们都是没有准备的。But it's true， 就是这的确是我们做美乐迪家庭，我觉得也是我们家的一个性质，就是我们很诚实、很坦诚。你觉得你对这一点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为什么我们家能够这么的诚实，还把这种话、这种故事放到网络上？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原来就是这样我觉得也是这2年你回来，我们开始学 I 习 guess so 去经历呀。而且我觉得这种诚实好像也被逼的，怎么说？因为我们是没有准备嘛，那如果说有准备，其实可能很多东西我们会在想说，这个要不要讲，那个要不要讲，或者就把它剪掉就好了，或者就剪掉就好。对，我们其实之前很多都是 editing 的，对，那现在就开始做，现在是直接就没有，你就直接问，我们就直接说，脑袋有的时候也没，所以也没真的你的意思怎么想。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故意那么诚实的，但是 because I put you on the spot， 我把这个镜头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就逼不得，这样吗？逼不得已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啦。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也还真的算是比较坦白诚实的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牧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有小家嘛。那我们在小家的时候分享，我觉得我们就一直都是还蛮诚实的。我们都喜欢是把，尤其是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就把它说出来，比较有情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长期在教会里面小组的操练，对我们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是这个啦，我觉得一个是你们已经有操练在小组、小群体里面是敞开这样，是非常敞开。但是另外一个，其实爸爸你一直都是人家认识你，都一直都还是认为你是蛮敞开的人啊，因为你讲到从牧主的时候，你都是一直讲我们家里的事情，还是所有牧师们家里会发生的？绝对不是呀。他也在讲不好的，也都很多 pastors。PK 也就是这样子经历啊，因为他们反正爸爸永远都是在台上都会讲他们家里的事。No， 不是，不会。No， a lot of families do。这是说很多 PK 的经验。不会这样，很多他们其实都还是蛮隐藏的呀。不会像爸爸这么讲，都是血淋淋的。没有血淋淋了，我觉得是比较是就是我比较希望是能够更 open 更真实呀。我想这可能也是性格吧。爸爸的性格是这样，我比较不是，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是操练过来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好就是就刚好在这个时候，那我就觉得刚好事情发生，我就直接说。如果你让我还去思考，我可能就不见得会说。我的确是没有让你去思考，我就直接问了你answer the question。 Yeah， 是我跟爸爸个性也是比较像，我们就通常第一选择就是诚实，就直接说，这样好是坏不知道。就我觉得我也不是原来个性，可能应该也不是这么的坦诚，这么容易 open， 我不觉得呀。因为我是信主前跟信主后，还是其实讲我性格还真的改变蛮大的。那我就这样讲吧，因为我读圣经，我就看到圣经里面好多人的这些丑闻啊、糗事啊，这种不可告人的事啊，全都写在圣经上了呀。其实真的讲，我就觉得说，其实像大卫王啊，他当了王之后啊，他没有说来把那些有关我的不好的东西都删掉呀。如果删掉，很可能连诗篇第3篇啊，他被儿子追杀呀，还有53篇啊，他跟拔示巴行淫啊，这些事情就全部都没有啦。可是 for some reason， 就是大卫他好像他就是愿意敞开，然后我觉得神就是说这样的人是合我心意的人，
我觉得我信主之后，我就很想做一个像大卫王这样的。所以你叫 David 呀，当然我的名字也叫 David 啦，但是的确我也蛮希望说不需要再隐藏了呀，这样子，因为圣经上是讲说你们必认识真理，那真理会叫你得以自由呀。那我就不要做一个常常就是这样子隐藏自己、很退缩、害怕、不敢讲真话的人。所以我其实我是蛮努力的、竭力的去得胜的啦。的确啦，我也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大卫王，也就是因为他不是就是所谓很完美的人啦，很多人可以共鸣他的软弱，软弱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人通常喜欢的角色 character， 不管是电影里面或书籍里面，也都是这种有缺陷的人啦。I mean otherwise 你不会要去读他的故事。倒也不是说喜欢缺陷的人，而是说喜欢那个follow 他的故事啊，真实的 be genuine 就是真实呀，就是说能哭能笑。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故事，你这个主角，你一定不能从一开始就已经那么完美了。Otherwise， 你这就没什么好故事去看了嘛。那我也是以前也有说过，我们美乐蒂家庭，如果我们三个都是很完美的，我们就没有节目了嘛。所以，so 我觉得我们反正，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要特别去隐藏或者表达我们表现，好像我们很完美 ，So that's that。那第二个我看到比较多人，有一些人有留言关于这个是哇，做父母亲好难哦，就是他们都觉得说这个 melody 好敏感哦，然后不是只是我啦，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感觉到。孩子的确有时候就是会听错啊，或者可能就比较敏感呐，然后父母亲怎么讲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会伤害到孩子，怎么做父母亲真难呐，是不是？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是觉得啦，因为你在那个 situation， 你在那个状况里面，你的回答，你不能说是完全不对。可是因为我也能够了解你的出发点，但是你要怎么更好的去讲，你还要想那么多吗？就是 然后你也不见得会知道孩子的出发点是什么。所以但是其实我有读到一个留言，我觉得他的回应就他有提供一个他的方式我觉得是蛮不错。他是说通常如果有孩子这样子问类似的问题，他不会直接回答，他会先问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也许孩子的出发点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像我会问你说 Mom like I'm not pretty 那也许不是你马上就回应我我也不 pretty， 因为你就用因为你想到你自己嘛，你是想到你自己，但其实你没有想到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妹妹你为什么会这样问？你是谁告诉了你什么东西吗？还是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吗？还是你现在是有什么挣扎吗？那时候可能我就可以 open up， 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我的没有安全感，you know and the thing is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不是只有我，it's like 我觉得是所有男生女生就在那个阶段，可能好像是12岁到16岁的那个阶段，就是发育期吗？Puberty What is that called？青春期，青春期就是青春期，应该没有一个经过青春期的孩子会觉得他们特别的漂亮或特别怎么，就每一个孩子应该在那段时间就是非常没有安全感。对，所以也许在那个 moment， 作为妈妈，你可以说，妹妹是不是？你怎么会问呢？你的身体是不是开始在改变啦，或怎么样？这个回答很好，提供很好的一个方向，用问题再问回去才会知道孩子在想什么，真的在想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他没有要直接给答案 ，That's good。我们会 assume 怎么说？我们假设，我们会假设我就知道，我就告诉你，但其实，不
不过我觉得这就是沟通了。那回到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做家长很难呐、你们是怎么想？你们有没有做父母亲，你们也有这样30几年的经验，你们常常会不会觉得哇，真是困难呐、很高？我不是很好的 example， 所以没有，他们都会觉得你是啊。爸爸越来越是好爸爸，真的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不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回头想，我还是不够耐心，不够 pay attention， 没有去注意你们真正的那个呀，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你们自己就会学会了，这样呀。因为你的生长过程，你的成长背景就是这样。的确啦，这也是我们原生家庭。我记得你小时候，你大概12、13岁的时候，我就给你一套录音带，就是讲那个什么 sexuality、sex education 性教育哈，就是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他们做的。那因为这个东西反正也不好教嘛。你自己听这样。你也的确你还蛮专心就去听了。我是真的去听，然后呢，你知道我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it talked about like masturbation，手淫，然后I was like I never heard that in my life 我第一次听到是这个录音带，然后你知道我再去找谁去聊这个东西，后来我还去找我的朋友 I asked her and she was like oh yeah like actually 我觉得他比我更早熟，就是他因为他们是去公立学校嘛，他可能这东西早就有接触到 and then she was like talking to me about it 所以但的确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普遍，就是 especially 特别是在宗教的家庭里面会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去碰不能去讲，所以你就宁愿 outsource 交给别人。我还不错了啦，我还给人买了一套录音带给你自己去听了。那更多的父母是根本连谈都不谈的。对，你没有跟我谈呢？没有啦，就是说连这种材料都不给你的，都是让你自己去。但是一样的概念啦，就是你还是就是让别人去给你。是啊，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我不够好嘛。如果我好的话呀，我觉得，爸爸，我觉得他是 OK 啦 ，average 啦，因为他绝对不是个坏爸爸。No, 因为其实他很重视孩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像你10几岁，爸爸就带你去，12岁、10几岁就带你去录音室了嘛。那我觉得这不是很多的父亲、母亲会想到的这个，因为爸爸其实很有创意。所以他在这个创意上面他就会很有想法。那像他会给你这种性教育的这种书籍让你去看或 video， 他也必须要这样做对吧？因为我们是在家教育啊，他如果不这样做，那不是就是完全。但是我就知道我们其实很多我们在家教育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一块。对，就说就是让你们以后自己在 YouTube 上看，像我们从小都是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呢。那是 require education 吧？好像没有biology。所以现在那个谁，他们也在编这些教材哈，对，给儿童的性教育的教材。对，这个就很重要。对。Anyway， 我觉得爸爸是越来越有进步了。因为他从小到大他也是没有人管嘛，所以你的成长过程的里面，我就觉得就是放着他们，让他们就自己去成长，就像你一样。放牛吃草。那妈妈呢？你觉得你在做妈妈的这过程里面，有没有常常觉得做妈妈真难啊？这些孩子我的话，我是因为我很喜欢孩子，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你跟弟弟嘛。就是喜欢你们，但是呢，我又不是一个有教育这种学过怎么去教养孩子的人。我觉得我没有没有这种，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学，对，没有这种现在的这样的那么好的资讯让我学习。所以其实
教养你们的过程里面，还真的是很紧张了。尤其是妹妹，因为你的性格就比较怎么讲，比较强哈，你比较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比较强，然后也有的时候有比较倔强任性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我的性格上面来讲，我就觉得那个碰撞让我就觉得比较辛苦。对，但是爱弟弟我是非常爱我孩子，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如果再有机会能够让我有更多教养的资讯或训练，我可能会成为更好一点的母亲。对，那你觉得对于现在孩子还小的父母亲有这样子的资源吗？我觉得现在的资源多很多，如果父母亲愿意学的话，我觉得是就 YouTube 这样。没有啊，还有很多的课程啊，现在我们教会也好啊，这个外面的资讯也好，我看到好多的母亲都在学习父母亲都在学习怎么去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亲。我是觉得现在资讯是比较多。好啊，那我想这个问题也就连贯到就是下一个问题，因为刚刚就是说哇，做父母亲好难哦，但我觉得其实它的含义也就是说，其实你已经尽力啦，那为什么 Melody 那么敏感干嘛？那这是第三个我看到比较多的回应comment， 就是 Melody 好敏感哦。我不会否认，因为我觉得我的确就是一个蛮敏感的 I don't know， 但我又敏感又不敏感，因为还是我就对自己比较敏感，对别人就比较不敏感。我觉得你还是那个 identity 了，那个对我的自我的身份的认知还是没有很完全。对，我觉得还是没有很完全，所以任何人在这上面没有很完全都会觉得敏感，因为就常常会被碰触到，然后就觉得我就是不够好啊，我就是不够漂亮，我不够怎么样。我觉得这还蛮普遍性的。Yeah, it reminds me of a study. Have you heard of this study? 有一个研究，就是他们就是研究说，如果你的长相有问题、有缺陷，人家会不会对你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女生呢，要去 interview， 去采访，怎么说 interview？ 采访可以，有工作面试。然后所以他去面试之前呢，他就画在他的脸上一些缺陷，可能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那里有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出门之前呢，他就说我再画一下 touch up 一下。但是那女生不知道的是，他 touch up 其实是把那个缺陷又把它划掉了，所以其实他脸上是没有缺陷。然后他去做了这个面试，但他一直都以为他脸上是有缺陷，所以他面试完了，他们那个研究就问了这些女生，你有没有感觉到对方对你不一样？他们都说有，我都觉得他就在歧视我，我都觉得等等等，他们都说他们感觉那面试很负面，然后他们对他就是跟平常不一样，但是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缺陷，所以都是你自己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你不好，如果你觉得你有什么缺陷，你就会觉得是真的，人家对你不一样，是真的。虽然你其实没有，你是跟平常一样。那 interesting， 所以他就是那个研究就告诉你说，我们很多的感觉都是透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都不是真的。对，尤其是从小长大你累积的有一些错误的信念，你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呀。所以我觉得敏感，很多女孩子敏感是还蛮普遍的，就是对自我的认知是不完全。对啊，如果你就觉得反正我就是不被爱的，或者我就是被拒绝的那一个，那你去到哪里就马上就会吸收到我就是被拒绝，你看他又是拒绝，就是证明我就是一直都想要证明我在想的这个想法。Yeah, so I think yeah， 就是 so to answer the question， 他想问说 Melody 是不是很敏感？我觉得也许吧，就是我从很小年龄 I mean， 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是跟
因为我们还没信主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其实我也有看过，我也有读过一些网络，就是讲到有一些孩子就是比较高敏感的孩子，然后你对这些孩子沟通啊、讲话啊、待遇啊，其实要跟平常孩子不太一样，你要稍微能够去了解他，就是比较高敏感。I don't know， 你觉得这是 my case 是我的状况，还是你觉得是就只是可能从小缺乏情绪管理的问题？我们也只养过一个女孩子，我们家儿子跟你就差太远了，就很不一样，所以没得比较我们家弟弟跟我完全不一样，他比较好，比较好带。我们弟弟从来都不 care， 都不管了。也不知道是好是不好。他常常都讲我不管，他就什么都好，然后我什么都管，你什么都都在意。但是我觉得你兄妹好像都是不是兄妹，姐弟好像都是这样吧，不一样。我觉得你还算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对，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接触到认识的很多的孩子，我的确觉得你是比较是属于高敏感的孩子，我也接触过一些其他也高敏感的孩子，像那种孩子真的比较要特别的 handle with care 要很小心的特殊孩子。但我觉得 Melody 是从小我觉得就算是很聪明的孩子，我自己觉得 Melody 是很 very very talent 很聪明，好，所以在这个高敏感的上面，我觉得也是就是因为你真的也是看得比较快，想得比较快多，手脚都快，然后就真的就比较敏感。那我们有时候有点跟不上，所以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的情绪。那你已经都看到，你已经发脾气了，你已经都搞清楚，我们都还在那边干嘛？你为什么生气啊？然后问弟弟就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啦，然后再加上我们真的就是在 parenting 在这个上面不是这么有经验，所以有点手忙脚乱。我每一个父母亲第一个孩子都没有经验啦，所以不能怪你们。Yeah, I will say I do feel like 我从小到大，我常常都会觉得我不知道这是所有青少年都会这样觉得，就是我自己啦，我真的常常都会觉得我怎么跟别人不太一样。And I don't， 这不是骄傲，我觉得这是常常更是一种自卑，更是一种跟别人排外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加上我后来是在家教育，然后我就觉得更常常会觉得我是很跟别人不一样，格格不入。Yeah，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个成语啦，但是就是很隔绝呀。I don't know， 但是我又不想要讲的好像I'm so special， 我很独特。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跟我一样的感觉，但是那个感觉就是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都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应该每个孩子青少年这样过来都有这种感觉吧？妈妈，你有曾经这样子的感觉吗？我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对，我有。我觉得也许我们就比较像，可能你跟我性格比较像。对，像爸爸，我就听他讲过他，很有怎么讲，还要去想那个金阁寺，然后还要在想什么40岁前你也要学的自尽。我觉得这种 idea 想法我都从来没有过。比较负面，对，我小时候比较负面，也是很隔绝的，就觉得大家都不了解我，对，所以我大概能体会你也觉得你不被了解，尤其又是女孩子，可能更加倍吧。又是女孩子，能加上在家教育，然后加上是牧师的孩子，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因素。I feel like most kids， 虽然可能大部分孩子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 I feel like you grow out of it，maybe。
或者也许大家长大了就没有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然后这样子的感你又是觉。音乐做音乐的艺术家，对，又更敏感了。对，对啊，我相信呀，可能还是也有人可以共鸣啦。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你们怎么对付的呢？因为我觉得我常常都还是会有这种感觉。觉得不被了解，是不是？对啊，因为妈妈跟我太不一样了，然后爸爸是个男生。我跟女儿的性格太不一样。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妈妈跟我姐姐我们都很亲，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就忽然想，我觉得我从小就是被大家都了解，然后我也了解大家。我从小都觉得说我姐姐都从来都是跟着我，最帮助我。我妈也是，我连忘记带书包，我姐姐我妈妈都会帮着我啊。那我爸爸虽然常年在外头工作，但他回来我就是一屁股就坐在他的身上，就是我好像没有那种感觉你是很有安全感的，我感觉是很有安全感的孩子。我好像没有去想过我是很孤单的，我是很不一样的，我好像真的没有想过所以是蛮不一样的感觉啦，我们的内在世界。对。不过我说实在，我也从小也没有觉得我很聪明，我很漂亮，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觉得我 very very ordinary， 那跟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也不会觉得我要很特别很突出，我也没这样想过。那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儿的确很突出，很聪明。 In a good way or bad way? In a good way，就说很聪明，然后思想也很多，然后也很特别。然后我觉得爸爸也是，爸爸是我看过的男生当中数一数二聪明的，又很有创意的。我是说真的，他是非常聪明的人，妈妈很会称赞，是智商很高的人啊。那我也觉得妹妹也是，所以你们是不是会就真的觉得你们很特别？我就没想过。怎么笑出来？你也觉得我的确 OK， 我从小我都一直幻想我就是一个 Superman。是我不是骄傲说我这个就是我的小时候的 hero。我们从小就是看什么 superhero 的 movie 啊，我都 imagine 我就是一个 superhero 啊。一直到我大了以后，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卡通片，你也知道是什么电影？ The Incredibles。 Yes， The Incredible 是什么？是 Superman， 就是 Superman， 而且他是一个很胖的 Mr. Incredible。 Mr. Incredible， 然后很壮嘛，对不对？然后我最觉得我跟他能够最 relate， 就是我觉得我很像他的，就是说他后来他必须要隐藏他的 super power， 然后他去当一个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险员嘛，然后一天到晚就被老板骂，他最后受不了就砰一拳就把老板给打穿了墙壁。我里面就觉得我里面就有那种爆发，我就觉得我也就像他一样呀，很常年的我都觉得我是那个受压的那个对，好像一直觉得说好像为什么我怀才不遇，对我被造是这么的那个，所以我跟你真的很不一样。你觉得你很 normal， 我觉得我很 normal， 他很 super， 所以每个人的出发点真的也不太一样。对，不是好坏啦。不过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啦，都是独特的呀。Amen。 那就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影片嘛，然后我也有看到留言区里面，就是其实也有蛮多人讲到他们小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类似的经验，就讲到他们以前母亲，其实我应该是说，妈妈那个时候讲的话完全是 very like
不是负面的话 ，actually， 其实你也不就像你在影片里面说，我没有说你丑啊，只是我接受的是比较负面的，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没有安全感。但是我看到留言区里面，其实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说，他们从小到大其实是接受很多负面的。也许他妈妈直接就是说，你这长得就像狗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好像不是这样讲，但我忘了，反正是真的会有人是故意，我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是故意，就是你知道。反正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口哈，我们不是最近在读，没有华人本来就是比较用这种负面的方法来去讲陈述事情。对，我也听过很多的家长都很直接就骂他们的孩子。那他们用这种方式讲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啊？就是让孩子谦卑一点，让孩子不要太高傲。这个当然有啦，但是我觉得也是反映父母亲的心态，就说就是生气嘛，就是要发泄他自己的情绪嘛，然后就直接骂这个孩子嘛。对，我觉得比较是在没有做好情绪管理，然后又很直接的他所听过的话语，他能够直接讲的话语就直接讲给他的孩子。这可能也是世世代代的咒诅了，一代传一代的，是蛮普遍的。对，所以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words of affirmation， 这怎么说？就是肯定的言语。肯定的言语，你知道有5种爱的语言吗？其中一个是肯定的言语。听起来好像华人在这一块是非常缺乏的。那你们觉得一个孩子养育过程里面，会不会真的还是很需要这一块？当然是需要，但只是说父母不见得会啦，也不懂。对，有时候连称赞的话语也说不出来。因为他自己对自己吗？他对自己的说话的评论都不是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操练。其实很多时候父母看孩子的眼光我们都常常讲说，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对不对？有人 OK 就是应该你们会这样想，但是通常不会这样讲。但是当我心里面有这样说，我希望你比我好，比我强，可是我们看到的却又不是这样。就是说这么简单的题目你也不会，我小时候都没有你这么笨，或者就是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去看到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成品，我们就已经很着急的，然后就会用一些负面的，因为不懂嘛，然后结果就把它给捏坏掉了很有可能就捏坏掉了。因为孩子要长大的过程又慢又快，有的时候一转眼就大了，但其实这过程还是个过程，然后它就不是一个完成的成品。其实我们到这个年龄也还是不是一个完成的成品，我们都还是仍然在过程中。但是我觉得信仰还是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我觉得我跟爸爸虽然整个成长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不一样，但是像我家的话，我们也没有，就像我讲，我也没有觉得我很好，也没有觉得我很特别的什么漂亮聪明，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所以我也没想到我会要出人头地，我要做什么大事，我从来都也没有这样的想法，都觉得说我们就做公务员。我记得那是我爸妈尤其是我妈妈啦，做公务员这是最好的职业，朝九晚五就薪水拿到薪水了就好了还要去做什么大事，从来没想过。但我觉得我倒是因为认识神之后才知道我虽然不完整不完美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他觉得我是非常的独特我可以按照神给我的托付，我可以真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概念是我以前是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我是完全是没有什么企图心的人。那但是我看到爸爸，我就觉得爸爸也是，他跟我刚好是相反，他觉得他是 Superman， 他可以做很伟大的事情，但神在他的身上也做雕琢，好让他真实的谦卑下来，也按照神给他的那一份活出他那一份自由跟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了不起，真的很感谢神。我在想，其实我们家的这种氛围这种改变也不是说信了主之后就开始改变我倒觉得比较像是那个时候那个 Dennis Silk 从那个 Bethel Church 他有来我们教会来教我们天国文化然后我才慢慢学习，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这种尊荣带到家里面来呀，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比较是羞辱的文化，而不是尊荣的文化呀。所以我们常常都是用这种大卡车小卡车，然后互相压来压去，然后看谁大声谁赢。其实印象里面你们小时候可能我们也都是这样子，这种对话的方式。但是后来 Dennis Silk 来了以后，我开始有一点点察觉到说要改呀，好像因为我们讲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嘛，因为耶稣说是你们要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嘛那怎么样能够在地上就能够活出天堂？那你在地上就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尊荣honoring 我觉得这个对我真的是有点帮助了。我觉得这个大概在多少10多20年前10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操练，就真的有一个启示，我觉得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不是因为说只是单单因为信主而已这个还是需要操练因为的确可能还是很多人就是或者他们会说他们认识很多所谓基督徒，但怎么其实跟世人也没两样我觉得对我们还有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回到台湾我觉得Melody 回来，然后真正的我们真的是面对面的这样子很不像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拿捏而现在他也长大了，然后他开始可以回应他里面从小到大的委屈他没有被正确对待的东西，他开始可以讲我觉得可以讲那我们的确也经过了好几次我们的有点像内在医治真的是面对面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没有麦克风这样但是我们真的就是面对面去谈，就是说小时候的一些伤害。那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个功课，就是也要饶恕。今天就是说爸爸愿意承认说我的确对你是有一些那个，但是你也要愿意做饶恕的祷告饶恕的功课，我觉得这都是双方的啦所以今天我们呈现的美乐基家庭，我不觉得说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然后或者信了耶稣就是这样我觉得那还不是整个的那个，那还是一个旅程啦。对，一直互相的说出来发脾气哭，然后我们就再谈再解决再饶恕。对，就像前几天我也还在跟女儿讲，我觉得圣经里面讲马拉基书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要转向父亲，免得他来咒诅这个地。那我就觉得我们真的父母亲的心是转向孩子但孩子的心也要在这时候原谅也好再一次的明白这个神的真理，他也要真实的转向我们然后这个咒诅真的就是像神讲的，他要破除掉那带出来的就会是祝福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真理。对，因为这种就是
祖宗遗传的虚妄行为哈，这种话语的伤害哈，还有就是挖苦的话语哈，这些其实以前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这种互相挖苦啊，还有急躁，是非常每天都有的。然后这个人骂过去，那个人就骂回来，反正就是都是这样骂来骂去的，很自然的这样。但我现在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要学会要禁止。这样一个人舌头如果不能够把它驾驭的话，哈，这个会点燃这个地狱的火。呀，这是真的啦。呀，所以其实我也一直还在学习天然人的这种舌头，还是要学着把它控制一下。是。刚刚那个是雅各书2章3章，我们刚好在对讲到舌头的危险，舌头的重要性，恐怖，真难克服啊，真难克服。Yeah， 所以谢谢爸爸妈妈，不是只是每一周都跟我坐下来聊这些 podcast， 但是也加上你们真的很愿意坦诚坦白，然后有时候我也真的就是 put you on the spot 就直接问你们一些很难的问题，你们也就还是很诚实很成熟的回答。那我们其实做这些 podcast 也就是希望可以呈现就只是这样啦，我们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也在试图更多彼此相爱，然后希望也可以鼓励到大家，就这样而已。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对我们是真的很有帮助，因为真的就是有这样的时间能够坐得下来，然后能够谈得比较深，我觉得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也希望对看我们视频的人也有帮助。就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啦，但是其实不要误会，我们其实平常就讲很多话啦。可是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know， otherwise 他们也会觉得说，你们就只有坐下来讲话，没有，我们其实我们也是我一天到晚讲，们3个人就是从我们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Yeah, so that's it. 如果大家留言区里面有还有想要留什么的，我们通常都会去看一下，然后有什么有趣的，我们可以在 podcast 里面去回应。希望大家有受益，谢谢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拜拜，拜拜。